漂亮，有机会！哎，日本选手赛前太嚣张，惨遭巴西拳王重拳打得血流不止。为何巴西选手下手如此狠毒？只因这个嚣张的日本选手出场时不拿正眼看人，还得瑟地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如同一头发疯了的狮子狗，神情那是极其猖狂，丝毫不把对手放在眼里。由于是在日本本土举行，仗着裁判和赛事方都会偏袒他，所以就嚣张跋扈，目中无人。但他今天遇到了一个狠人，来自巴西的罗伯托·索萨。没想到日本选手看见对手长相老实憨厚，更加的狂妄还嚣张放话，一回合用重拳 KO 对手。面对如此嚣张的日本人，罗伯托势必要给其上一课。比赛开始后，日本选手率先压制上前，罗伯托则是后撤游走试探。日本选手见状打出组合重拳狂轰，罗伯托则是用后手拳打迎击。日本选手丝毫不惧，持续的上前追击，结果被罗伯托一记顶膝加后摆打晃。这时日本选手又开始发起猛攻，将对手控制在围绳边。巴西则是一记打在脑门，日本选手则是趁机下前抱腿，瞬间将对手抱摔在地，拿到了上位控制优势，不得不佩服这家伙的爆发力。巴西选手则是用肘部防守，不给其地面砸拳的机会。裁判见日本选手的眉骨血流不止，也是上前叫停了比赛，让台下医护进行包扎一下，因为台下有那么双眼睛看着的，偏袒的太明显了。通过慢回放可以看出，巴西一拳打在了日本选手眼睛部位，瞬间被开口一道口子，但这家伙非常顽强，还想要继续进行比赛。此时罗伯特在后撤过程中突然使出一记高扫加后手拳爆头，紧接着又是组合重拳狂轰，日本选手则完全用脑袋硬抗，随后又进行下前抱摔。巴西选手早有防备，双脚撑开防守，但日本选手的爆发力太厉害，再次将对手成功抱摔在地。不料这家伙还想用脚踩头，巴西选手立马移动躲闪，日本选手追上去想要锁腿，结果被对手站起来重拳爆头，随后成功逃脱出来，还顺势拿到了后背位置。这时由于两人在地面，没有什么有效的进攻，裁判也是主动上前将双方拉开，重新回到站立进行拼拳。日本选手就迫不及待的想拿下对手，罗伯特则是抓住对方空档，打出后手连续重拳狂轰，紧接着又是后手重拳击中脑袋，日本选手瞬间被击倒在地，巴西选手则是压上去，重拳进行疯狂的地面砸击。裁判见情况不妙，立马终止了比赛。如果不是裁判及时阻止，非要把日本选手打死，罗伯托也是以强悍的实力对着日本选手脑袋疯狂的输出，打低日本选手怀疑人生。最终罗伯托暴揍 KO 日本选手，获得了比赛的胜利。漂亮，哈哈，左手的摆拳，漂亮 KO。日本拳坛王者在赛前疯狂叫嚣，嘲讽中国选手太瘦弱，根本没有资格和他打。这个嚣张的家伙并不是什么无名之辈，而是日本踢拳界的拳坛王者，就连日本名将佐藤嘉阳和武尊都不放在眼里，在擂台上可谓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在他的重拳下，没有人能撑过第一回合。面对如此猖狂的日本人，中国散打名将郑俊峰丝毫不惧，决定前往日本与其一决高下。但由于郑俊峰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在赛前拳迷都不太看好郑俊峰，认为就是去给日本选手当垫脚石。但郑俊峰完全不在意，势必要用重拳教训狂妄的对手，证明自己。比赛开始后，日本选手率先打出刺拳试探，郑俊峰则是后仰躲开后，立马使出一记高位侧踹爆头，将对手打了一个踉跄，紧接着又是一脚上头，日本选手被打的瞬间懵了，
用低扫反击时，结果被百拳打晃。前足潰すって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タイプはいい戦略ですね。ちょっとこうでもスパーリングなどでもこういうタイプ用意できませんよね、練習では。さらに強力なパンチがあって、それで KO するなんていう方言もあります。郑俊峰。这时郑俊峰使出一记高扫上头，紧接着又是左右百拳爆头，日本选手再次被打晃，调整一下开始反扑，但郑俊峰丝毫不惧，用身体硬抗下来后，又是一记标志性的高扫，随后打出后手拳加飞踹攻击，日本选手只能狼狈的后退，丝毫没有抵抗之力。郑俊峰没有放过他，使出一记势大力沉的百拳爆头，日本选手瞬间被击倒在地，但日本裁判并没有读秒，而是让日本选手起身重新再战。このテクニックを学んだらちょっと怖いですね。いや、ここからまたさらにってことですよね。まだ荒削りなところは見えて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が本当にテクニック完璧だったらちょっと怖いな、本当に。此时郑俊峰再次用侧踹击腹，紧跟后手百拳重击脑袋，日本选手险些瘫倒在地，起身后又遭到了对手的强势攻击，日本选手被打得不停后撤，完全沦落为郑俊峰的人肉沙袋，看得台下日本观众心里非常生气。日本拳坛王者竟然被打成这样，真是太丢脸了。平部選手も今パワー分かっ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さっきのちょっと話変わるんですけど、ユンチー選手とか彼なんかも試合が終わラウンドが終わった後に力の抜き方っていうのをすごく知ってるんですよ。体の使い方っていうかな。随着比赛的进行，日本选手开始进行反扑，将对手控制在围绳角落，企图发起猛攻，想要终结对手挽回颜面。结果被郑俊峰前手百拳击中下巴，瞬间瘫倒在围绳上，随后又颤颤巍巍地坐倒在地。日本选手起身后满脸的不可思议，这家伙竟然实力如此恐怖。そこにローキック、ローを返します、浦部。いいですね。このラウンドロー入ってくれたですね。とにかくローですよ。はい。サイドキック。おー、右ストレート。危ない危ない。腰が落ちた。危ない危ない。此时在双方一波凶猛的换拳下，比赛的铃声响起，双方打满了3个回合，郑俊峰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在擂台上多次用重拳击倒对手，给其狠狠的上了一课，也用拳头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让我们为中国猛将点赞。最经典的一拳，连续的单次攻拳。哎呀，这一拳一道弧线过去，瞬间终结申刀。这是一场经典的史诗级复仇大战。泰国最硬拳王被我国小将一拳爆头，脖子险些当场断裂，倒地后昏迷不醒，进入梦乡，吓得医护赶紧上台抢救。这位泰国最硬拳王名叫辛当，曾2次打败泰拳天王亚桑克莱，职业战绩有着惊人的345战277胜，以凶悍的腿法横扫拳坛。在获得泰国最高泰拳荣誉伦皮尼金腰带后，见波球来华捞金赚得盆满钵满，于是自己也想捞一笔。来华8个月斩获7连胜，击败了我国6名悍将后，一度让中国选手感到害怕，无人敢应战。但中国小将胡正丝毫不惧，霸气挑战泰拳王辛当，势必要给师傅顾辉报仇。但略显稚嫩的胡正在赛前被拳迷不看好，但胡正丝毫不在意，究竟是廉颇未老，还是少年英豪更胜一筹？比赛开始后，胡正率先打出后手拳攻击，将对手打了一个踉跄。辛当无奈想用搂抱方式缓解，但胡正丝毫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用连续不断的百拳击腹。辛当硬撑下来后，直接使出扫踢进行反击，胡正则是丝毫不惧，就是不停的用百拳爆杆。辛当被打得踉踉跄跄。胡正的这种快节奏的拳法压迫让辛当在这一个时段内也是有点反应。完了，你看看，节奏缓过来了。所以说泰国人。随着比赛的进行，辛当用扫踢进行攻击，胡正丝毫没有后退躲闪，立马用后手拳反击。辛当在拼拳过程中完全不是胡正的对手，只能频繁的用搂抱缓解。胡正就是不停的奋力逃脱后，瞄准对手脑袋狂轰乱砸，但辛当特别爱耍无赖，继续用搂抱防守。这一幕被裁判看到后，立即将双方拉开，当场给了对手一张黄牌警告。比赛继续后，辛当开始慢慢变得比较主动。作为被称为最硬男人的战士，他的硬度也绝非浪得虚名，他的抗击。辛当作为一个国际名将，对，能有机会。这时辛当使出一记高扫上头，
胡正硬抗下来后用扫踢反击，紧接着又是连续上勾击中下巴，辛当则是躲开之后口吐芬芳，不仅辱骂对手还进行嘲讽。胡正立马追上去打出后手拳反击，奈何辛当又是搂抱防守。吃到这么多重拳，到现在为止，跟没事儿似的，这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应，就让你看着挺可气的哈。没错，但是呢，你面对他的这种满不在乎的这种挑衅啊，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对，此时的胡正终于被激怒，压上去使出一记转身后摆，辛当躲开后用顶膝反击，胡正立马用高扫爆头，紧跟势大力沉的摆拳，老外的脖子险些被折断，瞬间瘫倒在地无法动弹，吓得裁判立马叫停了比赛。最终胡正的表现可谓是技惊四座，连续3记上勾击中下巴，就在辛当还在吐舌头挑衅时，一拳命中面门打昏迷。胡正这一战不仅成功为师复仇，更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功夫的强大。更多精彩比赛请大家关注9月16日格斗时刻01战。